是杨颖请不起，是孟子义更有性价比。新一季的跑男生态片开播，和很多人预想的一样，这一季没有请杨颖，什么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看看杨颖的社交账号，现在依然处于禁言状态，但是节目组和杨颖都美名其曰是档期凑不上，这个理由可以理解，谁不要点面子？杨颖是跑男的常驻嘉宾，也是劳模。跑男自2014年开播以来，一共播出11季，杨颖参加了10季，可以说杨颖和跑男是互相成就。当年跑男没播出，杨颖比较出名的身份还是黄晓明妻子。等到跑男播出后，杨颖人气和节目收视率一路蹿升，都达到了长红状态。此后，杨颖虽然涉猎众多，唱歌、演戏、演电影，但是观众能记住的还是跑男里的她。杨颖唯一没参加的一季是回家生孩子去了。当时节目请来同样高颜值的迪丽热巴，两人定位比较雷同，粉丝群体大致一样，可以说是平替。迪丽热巴演的电视剧大多是泼辣形象，看她本人的样子似乎也是爱说爱笑的。然而现实中的热巴却是一个内向的人，内向人参加综艺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挑战。然而迪丽热巴在整季节目中表现还行，也给节目制造了很多话题，收视率也不难看。这下杨颖慌了，出了约子赶紧回到跑男，生怕丢了这个王牌节目。现在呢，他不得不放手，因为节目组有蔡徐坤的前车之鉴，节目从录制到播出中间是需要后期制作的，在这个过程中保不齐哪个明星就出事了，所以蔡徐坤出事后，节目组后期没日没夜加班，把他从节目中扣掉。他们可不想再经历一回这样的折磨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启用了孟子义。本来跑男元老就剩余不多，再去掉一个杨颖，这节目还能看吗？相信这是很多观众心中的疑问。然而看了刚播出的第一季，你会肯定的回答，没有杨颖照样好看。节目组剑走偏锋押对宝了，看下来整期节目真的对孟子义好感加倍。这些年孟子义演了不少电视剧，不过大多是配角，观众能叫出名字的角色没几个。因为长得漂亮，她的角色大部分是清冷难以接近的类型，这就导致观众会误以为她生活中亦是如此。然而看过孟子义的综艺后，你会对她有一个颠覆性的认知，这个漂亮的女孩似乎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傻傻的状态，反而更吸引人。观众可能老多了那种八面玲珑的表演者，一看他们就是演的很假。偶尔换换口味，看看孟子义，觉得很新鲜很好玩。这一期节目中，孟子义主打做精人设，其实也不算人设，只是他的自然流露而已。白鹿刚一见到孟子义，两人互相寒暄，说着客套话。白鹿说：“子义，你瘦了啊？”孟子义也不谦虚，直接自报体重：“对啊，我只有95斤了。”其他人哈哈大笑。可能有的观众不太明白他们在笑什么。孟子义说自己95斤其实是自嘲胖，因为娱乐圈一些女明星才是真正的瘦，大部分都不到90斤，周冬雨才70多斤，所以跟这些人比起来，孟子义算胖的。其实仔细看看会发现孟子义比较圆润，有一种健康的美。范冰冰将近170的身高，110斤都是微胖体型了，蒋欣120斤一直被调侃胖。没错，贵圈的标准就是这么严苛。在吃饭环节，大家夸白鹿是甜妹，白鹿赶紧摇头拒绝。孟子义直接把这个头衔抢过来，我是甜妹。刚说完就对着一道美食垂涎欲滴，打脸不要太快，说出的话转眼就忘，就是这么招笑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嘉宾用跷跷板压爆气球。平常我们玩跷跷板觉得很有趣很快乐，然而节目组的跷跷板不地道，没有把手。嘉宾必须紧紧抱着跷跷板，用自己的体重把板压下去。到了孟子义和周深这一组，孟子义踏在跷跷板一头不动。要知道周深还不如他重，周深要用体重压倒另一端，难度可见一斑。眼看周深怎么都压不动，孟子义却在另一头一点不帮忙，因为这被网友说情商低。不过这点小缺陷不应该观众喜欢他。在其他环节，孟子义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尤其综艺感觉与生俱来，有一点钝感，开得起玩笑，喜欢自嘲。观众喜欢的就是他的真性情，他看着漂亮，其实傻傻憨憨的状态。没了杨颖，节目的收视率也没受影响。孟子义彻底解开杨颖的遮羞布，潮水退去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孟子义还有一个优点，因为咖位不如杨颖，报酬自然比杨颖低，但是他们创造的价值一样，两相比较，选谁一目了然。
以后的收视率有保证了，孟子义坐等升咖吧。而这2天，孟子义也是频频爆上热搜，还是因为跑调爆上热搜。自从5月天演唱会陷入假唱风波之后，今年跨年，数万双观众眼睛都盯紧了屏幕，看的就是谁敢在风口浪尖来个哪吒闹海。这可是风波之后内娱的第一次最大型的晚会，谁真唱谁假唱，谁唱的难听，想想就会有人到热搜站岗。万万没想到，赶来的人各有各的办法，扛住了话筒开麦。唯独孟子义玩的就是真实，他和周华健和严仁中、刘令姿、曾可妮、李好、刘维在江苏的跨年晚会合唱了周华健的经典歌曲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大概江苏也是想搞一个众星捧月的舞台效果，新老2代艺人的歌声融合，碰撞出不同火花。直到孟子义一出声，直接彗星撞地球，5个人都没压住他的跑调，而且还卡不准节奏，跟不上溜，一举力压众多专业歌手登顶热搜。一开始大家还是以搞笑女的视角去调侃这件事，觉得孟姐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别人都是真唱，还编起了段子，周华健跟孟子义合唱让我欢喜让我忧打一成语，答案喜忧参半。不过后来评论慢慢变了味儿，很多网友觉得五音不全的艺人为什么要上去唱歌，这不是搞砸了周华健老师的舞台吗？还有人认为内娱越来越畸形，唱歌不好听还能夸可爱，而孟子义的潮声也就一路飙升。孟子义的粉丝也坐不住了，纷纷晒出了自己在录制现场的原视频。原来他在合唱中的声音根本不大，而且后面大概是感觉到了自己的突兀，所以声音越来越小。也就是说，是卫视故意调大了孟子义的声音，这可就有意思了。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或许咱们看来，让艺人出丑不是件多光彩的事，但纵观全局，江苏卫视可谓赢麻了。卫视的跨年晚会拼的就是星光和阵容，长年以来，湖南卫视一直独占鳌头，打造的综艺多，又是浪姐又是皮哥，仅是邀请自家综艺的艺人就能凑齐一台晚会。甚至在卫视收视率上都能和央视大哥来拼个高低。而且湖南今年的安排不仅布置了跨年一条街，还满足了观众想看的各种节目策划。王鹤棣和宋茜的屋顶着火，最后直接一个错位吻掀起了收视高潮，满足了双强 CP 的幻想。想磕真 CP 的则可以直接看戚薇李承铉，真夫妻就是放得开，在舞台上擦枪走火，把暧昧氛围拉到最满。财大气粗的芒果还邀请了当下的一众顶流，杨紫独唱了《长相思》里的插曲，程毅也吊着威亚唱了《莲花楼》里的插曲，虞书欣则发挥着爱豆的余热，在舞台上边唱边跳。赵露思也被邀请来，用着独特的异域妆造来了一首《月牙湾》，后面又和凤凰传奇一起合唱，一个节目满足了老中青3代观众。就连镇场子的天后级别，芒果也请来了蔡依林，一个人 solo 了多首串烧，中途还搞了换装，一个人就是一场演唱会。这些个明星都自带流量和粉丝，都不用你吆喝，人家就能定点蹲到卫视直播。仅从阵容上讲，江苏卫视是远远难以超越的。在这种大哥挤压把兄弟儿冒头的情况下，江苏卫视想要杀出重围，只能另辟蹊径。而且江苏当晚顶上的热搜，难听2个字又一次冲到热门，下面各家粉丝也在吵架。有人说是3字，有人说是2字，闹得不可开交。直到孟子义突兀的跑调一出来，大家的关注点全都被此吸引过来，粉丝吵架也无人关注了，真是一举3得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孟子义可谓是江苏跨年的大功臣了。可能孟子义的粉丝觉得自己家的姐姐就是被拉出来垫背的，你家姐姐还真没这么无辜。就像一开始说的，参加跨年晚会的明星那么多，把自己的曝光最大化才是亮相的最大收获，不然和跑了个普通通告没有什么差别。鉴于今年真唱风潮刮起，孟子义这个综艺上的跑调百灵鸟总算有了自己可以发挥的余地，团队背后也肯定有高人出主意，创造话题来炒作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边都愿意配合，一边是卫视，一边是热度，两者都完全深谙流量密码，明白黑红也是红的道理，设计了一出真唱人设，制造了话题，引发了大家巨大的关注，同时也帮卫视其他的歌手都证明了自己真唱的实力，还一举拉压下了其他艺人的恶评，转移了大家注意力。他本人也成为2024年流量第一人，又有什么可亏的呢？后续更是简单，江苏卫视一出艺人的个人直拍，
孟子义现身到官博评论区，悄悄卖了个惨，粉丝心疼，路人取乐，卡位飙升，热度拉满，一盘大棋就此定下输赢。顶流棋局的盛会又如何？还不如孟子义一个人搞出来的动静大，谁又能说娱乐圈的水不够深呢？